我们要挣钱了。环国之家专业旅拍，只挣油钱。50岁大爷在创业。对，50岁大爷在创业。这座滇西北地区年代最久远的村落，自唐代南诏时期开始，1000多年以来，洛顿这个名称就没有改变过，也因此被称为千年白族村。白族中的洛顿村含有老虎山坡的意思，村庄依山谷而建，层叠分布，错落有致。村里面的现代民居建筑几乎看不见，至今仍保留大量的明清两朝的建筑。人这边，走了，来，还是用这个来驮。这意思就是往上爬呀，全都是石阶。左手抬肩向上。哎呀，太累了，要死了。上年纪就别过来了啊。对。啊，往上爬。我们不得不说，云南这边的花是真的好看的。我也去过不少的古镇、古村落，这里所呈现的一切是我目前看到古镇中最原始的一个。村中现存100多座依山建构的房屋，形式多变，风格典雅的古代民居院落，透露出原始而宁静的生活气息。这些都是被城里人所向往的，很难想象在这里喂马、劈柴、撸猫、看花，应该也能活出一份弥足珍贵的好心情吧。你们这每家每户都要做的那个火腿吗？基本上都做，自己做。洛顿火腿，3年的，可以生吃啊。对，哎，真的可以生吃的。说到洛顿，就想到舌尖上的中国里的洛顿火腿，那你绝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吃货嘞。其实，洛顿古镇的特色可不仅仅是一根火腿。在明清时期，这里总共出过贡生60多人，秀才500多人。眼前的这道门叫林心门，它可是滇西地区现存最大也是最古老的木牌坊。有了林心门，就绝对少不了文庙。你肯定会好奇，这里怎么会有资格修建文庙？洛顿也称为洛顿井，井就是盐井。这里的演变发展完全依赖于盐业经济的兴衰。在古代，盐矿的地位有多高，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所以洛顿才有了一个连大理州府都没有的文庙，以盐井为生存的依托，这也成为了洛顿的一大特色。鞍山小院，就是这边爬着还是很累的。哇，这里挺好的，装修的。你们堂啊，老板娘。走，我们现在下去吃午饭。洛顿火腿炒青椒嘛，然后炒青菜。他这个火腿炒饭是他的那个招牌菜噻，兄弟。对，那就炒饭要一份嘛。嗯，好嘞。洛顿火腿，要么就是炒的。那我们现在这个下一站，德清梅里雪山，松哥走。我们现在是沿着 G215走的梅泽高速，这样子全程有400多公里，预计7个多小时到德清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？新手开车头几年都特别不厌其烦的喜欢开车，当你过渡到老司机后，你对开车真的会有一种避而远之的情绪。自驾在大多数人的眼中都是一种自由自在的旅行方式，对于我这种长时间开车的人来说，很多时候都是孤独、烦闷以及无尽的疲惫。到德清今天是到不了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前往德清路上的一个小的地方，叫同乐村。
到飞来寺了，现在去酒店。上次来的时候没有这么多酒店嘛，然后我们现在还是去我们之前住的那个酒店。一张床是不？对，就是这里嘛。哪个空间？这个空间。好臭没有？走，看一下啊。还是上下床，还是挺好的这个8人间。我们走啊，峰哥，上楼就可以了。太有画面了。再一次来到飞来寺，还是选择上次住的酒店，因为他们楼顶的观景台19公里左右的距离，近5000米的落差。每次站在这里，望着远处的梅里雪山，我突然理解了藏族人民转山的意义，无意中你就被雪山征服。其实是我认为现在并不是最好看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就不飞航拍，等明天早上。对，等明天早上。看吧，并不是每天都有日照金山的，所以我们还是得等啊，等一个日照金山。搞烦了，心里怎么样？心里的话还比较干净了。啊，比较干净。刚刚可不是这样说的，就是有股脚臭的味道，脚臭的味道，那是年轻的味道，脚丫板的味道，啊，还年轻的味道。我们现在去一个驻车地，然后等一个日照金山。遇到高反的话，我首要是保暖，所以说你看我也穿的厚一点了。我搞不懂为什么这次在梅里雪山就高反了，是我体质太好了？其实这次我来跟上次就区别很大了，发展也很快，观景台也比之前好多了。我们的露营点到了。吃点甜的缓解一下。其实我刚刚已经吃了药了，我要好很多。现在梅里雪山已经被云给全部覆盖了，只有等下午的时候或者是早上的时候。可以看一下呗。这儿看，看不见的嘛。这儿看。好。吃不吃茄子吗？吃那个吗？都可以啊，就这样了。饿了，现在已经2点过了，从昨天晚上就没吃饭。这要解冻才行噻。松哥正在做饭。其实我们这个不像是炒菜，更像是焖菜。松哥去建材市场搞他个车子，这个地方还是有点矮了，我想山上去看一下，会不会视线更好？上面上不去吗，大哥？啊？上面上不去吗？上不去啊？上不去啊？啊？这里能过呀？卡住了。我们再试一下，真的是插着人才过的呀。我去，好，卡上来了。我跟你们讲啊，这边一般到了下午4点就会有很大的风，你看吧，外面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车上待一会儿，等到下午看看有什么可以拍的啊。哇，这里太漂亮了，真的是太漂亮了！金帆下，阳光下，看一下我的车。太酷了，真的是太酷了！风已经把这个云给吹散了，现在真的好好看啊！雪山，嚯，漂亮！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啊，无意间闯入了领地，居然是一处如此保障的天然观景台，蔚为壮观的雪山，随风舞动经幡。
远处的丁达尔光透过云层，跨过雪山。本想用最美妙的句子来形容此刻我看到的风景，脑海里搜索半天的词汇，开口却只能道出一些俗不可耐的字眼。哦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！看到吗？真的好帅啊！看看哇！梅里雪山是云南第一高峰，藏区8大神山之首，一排13座山峰连成一线，最高峰卡瓦格博的峰形宛如一座巍峨耸立的金字塔。尽管它一直未被征服，站在远处，我们依然可以体验它独特自然风光和文化魅力。如果明天早上能到金山啊，这个地方就真的很绝很绝，希望能有一个大片给大家呈现，太美了，太漂亮了。哦，这儿多好看嘛！你停这儿来多好嘛！你看嘛，你在睡觉，窗户一打开就是日照金山，多好嘛！又没得车子，又没哪个来烦你。祖国那个山从滇滇北路都下下去，规矩嘛，按规矩的规。好，明年我也搞一个这辆车。看到没有？送给俺兄弟。好，我刚刚听宋哥说请我吃水果。对，来。从8月份直接60多公里。229吗？229噻。对呀。今天这风大呀，你们听嘛，这风太大了。哇，现在这个月亮太大了，今天晚上。晚上冷吗？还好啊。可以。昨晚上的风一直在吹，一直在吹。那个已经红了。红了吗？居然有点日照金山了，我都以为没有日照金山了，居然有了。好，我们飞航拍吧。哥，等一下，给你传几张这个，你拍，用相机拍的这个照片。本以为今早也拍不到日照金山了，没成想在最后关头，卡瓦格博从顶点先被染红，到金光倾泻而下，云雾散开，太子13峰依次被点亮，这就是梅里雪山的日照金山。难得的日照金山真的能让现场的人热泪盈眶。虽然我看了无数次的雪山以及日照金山，纯主观的认为梅里雪山绝对是我到目前为止见过的最美雪山，肉眼看的震撼比拍出来的强很多倍。出发吧，屏幕前观看视频的你，去遇见最美的雪山，去找寻最好的自己。好，各位小伙伴，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